依靠速度就能匹敌高达，避开正面交锋的作战好手。机动战士高达，铁血的奥尔芬斯设定解说。机体型号 STH-14S 百里，是迪瓦兹旗下组织塔宾斯装备的一款机动战士。该型机体与百炼一样，使用的骨架也是迪瓦兹骨架，其他的控制系统之类的也大致与百炼相同，比如驾驶舱就没有做出改变，继续沿用，连同进出驾驶舱方式都是跟百炼一致，没有差别。而不同的地方在于，百里在定位上属于是突袭作战的机型，因此在性能指标上比较注重机动速度，这跟各方面性能都显得比较均衡的百炼相比，百里无论是作战模式还是攻击方式，都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如果从造型上看，百里头部与百炼相比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其中百里的头部看上去就像是戴了个头盔，而不是像百炼那样戴了个面具，并且百里使用的是无眼摄像机，也跟百炼的双眼摄像机相比存在较大差别。相应的，在锁敌等探测性能上，百里则要比百炼高出了不少，十分有利于用来执行侦察和巡逻等非作战任务。然后就是在百里后背带有一个综合推进器背包，该背包提供的推力十分强劲，能让百里长时间处于高速巡航状态，利用这个速度就可以对敌发起一击脱离战术。除了速度之外，这一型机体还十分注重提升机动能力，特意在综合推进器背包上设置了朝前的喷口，这样在高速机动时可以进行急停等操作。而且不仅如此，百里在进入高速状态后，机体的形态也会发生变化，这其中手臂会收纳在这个推进器背包当中，来避免在高速机动的过程中与陨石或机体残骸发生碰撞，造成手臂结构损坏。同时腿部也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弯曲折叠，来方便百里使用腿部喷口进行高速机动。为了更好的在高速机动过程中调转方向，专门对机体腰部位置的连接结构进行了改进。而在攻击方面，百里持有的是2把 G101型110毫米口径步枪，这把武器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结构可以进行折叠，这样当机体进入高速形态的时候，就能从综合推进器背包中伸出武器朝前进行攻击。虽然射角上存在限制，但只要利用好百里的机动性能优势，就能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所以一度在与铁华团的战斗中，通过不停地在敌方母舰周围进行机动，采取袭扰的方式，就能给予对方巨大压力，基本与火号上的防卫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无奈之下，铁华团不得不让高达巴巴托斯进行了回援，于是铁华团最重要的攻击力量就这样被百里牵制。除了这把武器之外，综合推进器背包底下两侧这个部分还能拿下来依附在手臂上作为盾牌使用，包括在进行接近战时，这个盾牌还能作为拳套与敌方进行近战。除此之外，在综合推进器背包这个位置还设有接口，可以加装武器挂架，用来携带百里其他的手持武器。而这些武器分别是 G102型榴弹发射器和 G103型火箭筒，两把武器都属于是迪瓦兹的制式火力支援装备，在百炼和漏影等机型上普遍装备使用，因此百里同样随时都可以增加携带，来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攻击力。而在近战武器方面，百里作为速度见长的机型，攻击能力基本都放在了远距离的射击上，没有准备其他的选用近战装备，所以百里通常会与百炼组合作战，通过自身的机动优势来为百炼提供火力支援，而且临时还能作为载具，可搭载百炼一同发起快速作战任务。而在与敌方的机动战士接触时，百里就可以作为僚机来为百炼提供辅助，也可以独自应对展开战斗。特别是负责驾驶百里的拉夫塔·弗兰克兰德，其驾驶水平可谓是十分的高超，即便3日月驾驶的高达巴巴托斯，也很难从他驾驶的百里上能占到什么便宜。初次遭遇时，两人的战斗就陷入了焦灼的状态，直到3日月利用被击中后产生的烟幕作为掩护，使用飞燕钩爪抓住百里后才打破了局面。不过拉夫塔没有就此坐以待毙，立马就冲进小行星群地带，将绳索缠绕在小行星上，让巴巴托斯重重地砸在了小行星上。然而他并没有就此取得胜利，很快就被巴巴托斯通过反向拖拽的方式，结果也狠狠地砸向了小行星上。接着百里与巴巴托斯的战斗便陷入了僵持，直到塔宾斯与铁华团达成和解才得以结束。虽然这场战斗没有分出胜负，但拉夫塔驾驶的百里已经展示出了惊人的战斗力。然而如此性能优异的机体，迪瓦兹没有在其基础上改进发展新型机，至今为止也就只有2架改装后的百里出现，而这其中的一架便是型号 STH-14SAS 的强袭特化型百里。这一型百里是由迪瓦兹对外售出的机型，并且针对客户需求进行了改进。为了满足客户在宇宙中进行抢劫物资的需求，在售出时将这架百里的2个手臂进行了改造。改造之后，机体的2个手臂都变成了巨大机械爪，
可以很方便的在抢劫过程中抓取各种物资，在夺取到财物了以后，就可以利用百里的速度优势进行撤退，同时使用的武器也进行了调整。除了2个巨大的机械臂可用于近战之外，还在综合推进器背包上安装了2门210毫米口径的队伍步枪。该武器输出的威力很大，可通过机械爪在抓取对方后，直接近距离向对方发起攻击，增加毁伤效果。加上百里本身具备的机动性能优势，即使遇到强敌，也可以选择与对手僵持，通过逐步消耗对方的方式来取得胜利。而这一点，驾驶高达亚斯塔路的阿尔吉在遭遇到强袭特化型百里后深有体会。当时这架百里收到了委托，直接在中途袭击了阿尔吉等人。由于此时的阿尔吉还不熟悉 MS 作战，所以一进入战斗就陷入了苦战当中。但好在他扛住了对方的攻击，并逐渐适应了战斗，最终成功抓住一丝的机会打败了对方。而在这场战斗结束后，阿尔吉便回收了百里的210毫米队伍步枪，来作为高达亚斯塔路的选用武器继续使用。之后，阿尔吉又遭遇到了另一架经过改造的百里，而这架百里便是型号为 STH14T2C 的卡利士多。可以很明显看到，在造型上发生了诸多变化，已经到了完全识别不出百里特征的程度。而在这些变化当中，比较明显的是，在后背的综合推进器背包没有装备，但在肩膀位置有安装了2个推进器。这2个推进器提供的推力同样十分强劲，能让卡利士多发挥出比较优异的机动性能。头部这个部分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主要的变化是增加了面罩，提升了防护能力，包括头部的造型也相应进行了更改，使得原来的无眼摄像机改造后只看到了3个。不过原先百里的探测等电子设备则继续沿用，所以卡利士多在锁敌等方面能力仍与百里一样出色。除了这些变化之外，为了更进一步提升机动性能，卡利士多的后背还能加装一组推进器，这样自身的推力就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并且在左右两侧加装了一对尾翼，以便卡利士多在大气环境中进行机动。基本由此可以确定，卡利士多属于是偏向于泛用的机型，不会完全专注在宇宙中作战，包括为了更加适应复杂的地面环境，机体脚部这个部分也进行了更改，其后视的脚板结构与百里完全不同。而在使用的武器方面，卡利士多仅保留 G103 型火箭筒作为选用武器，剩余百里使用的武器则没有选择继续沿用，其主武器改用了名为刃盾的复合武装，而这个复合武装其实是高达亚斯塔路的部件，也就是肩膀上的2个装甲部件，但这个肩甲内有一层刀片，展开后可作为近战武器使用。由于原始型高达亚斯塔路的部件已经散落，使得这对肩甲部件被卡利士多的驾驶员获得，特别是刃盾的强度要远超于当前新造的武器，可以说以现有的制造技术已经很难再造得出来，所以驾驶员一拿到手就将其装到了卡利士多的手臂上作为主武器使用。于是卡利士多不再是百里火力支援型的定位，转而成为了正面交战的主力作战机型。而在这里需要一提的是，这架卡利士多的驾驶员其名字为齐安·马可·萨勒诺，身份是黑帮组织漫漫岁月的高级干部。在漫漫岁月的老大戴迪泰德被暗杀了以后，他一度还被认为是暗杀事件幕后的主使，而实际情况是他对老大的位置并不感兴趣。不过他的机体卡利士多使用的刃盾装备终究是阿尔吉要追回的高达亚斯塔路的原装部件，所以为了拿回高达亚斯塔路的原装部件，阿尔吉不可避免地与齐安·马可发生了战斗。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战斗当中，阿尔吉使用了前面缴获的210毫米队伍步枪，但攻击都被卡利士多的刃盾挡了下来。于是阿尔吉不得不做出调整，让卡利士多利用机动性能优势靠近自己，然后在与卡利士多近身的那一刻，抓住机会扯断了卡利士多的手臂，夺取了刃盾，结果使得卡利士多失去了战斗力。于是面对这个情况，齐安·马可选择撤退，结束了战斗。在这之后，这架卡利士多的去向也就便无从得知。不过齐安·马可还有另外一架机动战士，这就意味着他与阿尔吉的战斗其实还有一场。